以搭那个飞机去东京呢，只需要1个小时。OK， 我们现在要搭的这个火车呢是叫 Skyliner， 所以 Skyliner 是不能用 Passmo 用，是要直接买 ticket。我们是打算到那个 station 了，然后我们再搭德士回去酒店。噔噔噔噔，这个是我的房间。我们接下来几天呢，就会住这个房间。OK， 我现在要带你们一起出去喽。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 Omotesando。我每次就是来东京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逛 Omotesando。这个 Omotesando 它那里是比较多年轻人会去逛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吧。OK， 我们现在到了 Omotesando， 这里呢是蛮多一些 local brand 的一条街道，然后这里的每一个街道拍照都很好看，很适合来这里 City Walk。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今日穿搭，今天呢我就穿这个来自法国的一个 sweatshirt， 它是之前在韩国买的。然后打一个 COS 的围巾，裤子就淘宝买的。OK， 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我就带你们就是逛 Omotesando， 给你们看一下最近呢 Omotesando 又开了什么店。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 salon， 然后有 local brand， 还有一条街是卖精品的。这边也是有很多餐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就是在东京呢，这里他们的店呢，大部分的店都是7、8点就关门了。所以如果你们要逛街的话呢，就是尽量要早上早一点出来逛。还有哦，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 tips 啊，就是好像你们在这里吃晚餐呢，通常饭点的时间呢都是比较多人的，尤其是如果你们要去那种比较有名的餐厅呢，一到饭点的时间就会很多人。我每次来东京，就是我去吃东西的时候啊，我都会选差不多那种5点半的时间，因为我每次我5点半去都没有人，可是一出来的时候就超级无敌多人。我现在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他们的 Main Street。哇 ，Yeah， OK，Thank you。Waiting or so long？OK。现在来吃一个旋转式寿司，这一家也是挺有名的。他们好像一开始是在 Ginza， 然后这一家呢是最近才开的。哦，有英文、中文的。짠짠，给你们看，这个是我点的，我点了一个茶碗蒸须，然后上面是有蟹肉的，点了一个三文猪血，然后点了这一个呢是鱼的筋子，然后它还有给一点点盐，还有 lemon， 然后这一个是我点的小炸鸡，鱼卵呢你也是可以只是单点鱼卵而已，这个好像是季节性的老虎虾。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虾，不知道是什么虾。这一个是他们 one of 他们的 best seller， 它是3拼。我来到的这一家呢，原来它不是旋转式寿司，它是没有旋转的旋转式寿司。就你可以就是在这个 iPad 这里下单，然后你选你要的东西，然后那个师傅呢，他就会在你面前呢，就是现场做那个寿司给你。现在已经等不及要开餐了。这个鸡蛋超嫩的，那boing boing boing boing，很喜欢那个鱼卵在你嘴巴里面爆开的那种感觉。可以，它的鱼的精子还有给点 lemon。
绵绵的，有一点像吃粉肠。没想到那个鱼的精子这样好吃。可是我觉得鱼的精子吃多少会腻。它这里有4个，我觉得吃2个的时候已经开始腻。日本人真的是太辛苦了，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海鲜，好吃。这一个虾呢，它的口感呢，它有点像是在吃 jelly 的感觉，它很新鲜。这一个口感它是比较硬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才是老虎虾。对吧？这个是拼盘，哦，它是一个迷你 rice bowl。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子的，我真的是想要给镜头看。真的看起来好好吃。都很好吃。他们这里很好的一点就是哦，那个饭呢，你可以选 normal rice， 或者你可以选小饭。如果不吃淀粉的话，你可以选就是不要饭。我看到别人点那个 otoro 也很好吃，可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 otoro 啦。如果你们来澳门，推荐你们点。那拼盘真的很推荐大家点，3个东西都很好吃。三文鱼还好，这个刚才卖完了，现在又突然间没到。然后我终于懂为什么他们会卖完了，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好吃，也是有点像 jelly， 可是它是比较厚实的 jelly， 然后它的味道呢是有点带甜，可是这个是温温的。OK 啦，我觉得Family Mart的炸鸡比较好吃，这个就普通了。OK， 我已经吃饱了。我觉得这一家餐厅呢有一点点小贵，我这样子呢就是吃12,000元，12,000好像是300多块马币。我觉得他们的食物是很新鲜的，可是有一点小贵。可是也是因为我点的一些东西是比较seasonal的食材，然后我也点了几杯那个比较好一点的那个 whisky， 所以价格就比较贵一点点。如果我再来就是想要吃平价的旋转寿司呢，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去我之前去的那一家 Sushi Midori， 我真的觉得那一家的性价比比较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体验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寿司呢，你们就可以来到这一家店。你看我一出来呢，就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但他大概差不多要排个10多桌。其实我跟你们说，就是东京呢，它虽然很多中古店，可是最近呢，中古店呢就的价格也不便宜。可是有一些东西值得买，有一些东西不是很值得买。尤其是好像在Omotesando的中古店呢，这边的中古店比较多游客逛，所以它的价格就会比较贵一点点。如果大家很喜欢买中古的东西呢，建议大家就是去那个代官山那边。来东京就是吃吃喝喝。逛逛，因为我来东京已经很多次了，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也没有就是特别的行程，我只是很随性的带大家来 City Walk。顺便想要跟大家说呢，这个Omotesando它其实这里附近呢，它有很多小巷子，那种小巷子呢，它就有各式各样的店，有一些呢是国际品牌，就比如讲像是 Lululemon。然后有一些呢也是 local brand， 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来的话呢，你们就是在这里就是乱逛，就是看到什么店就去逛什么店，逛累了呢就到这里附近的咖啡厅坐，因为这里附近的咖啡厅真的有很多，你随便走一下都可以看到一间很漂亮的咖啡厅，而且他们咖啡厅的食物都蛮好吃的，真的很难会踩雷。这东京的Omotesando这里呢，他们每次都有不同的 pop-up store。Have fun！
种酷酷的风格也很好看。这个也好可爱哦。还有想要跟大家来说一点呢，就是我每次来国外呢，我很喜欢逛他们的 Lululemon， 因为国外的 Lululemon 呢，它有一些 product 呢是在马来西亚是找不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是马来西亚夏天的关系，所以有很多货呢，他们都不会就在马来西亚卖。尤其是这种羽绒服，这羽绒服其实他们家的羽绒服真的蛮好穿的。其实呢，我有点想买一个包包，因为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带这个之前在 Bangkok 买的一个 tote bag。因为我又觉得 Lululemon 的好像蛮好看的，而且这个又可以拿去 gym， 哦，这个也蛮可爱的，这个直接让我种草，好美哦！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Thank you so much，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拜拜。哎，说还有 for 狗狗的 Skin type。dry skin。其实我想要买一个，因为我的皮肤就是很干。怎么我觉得它的味道闻起来怪怪的 ？I don't like the smell. Weird. 它的招牌有2个，一个是那个 geranium leaf， 然后另外一个是文尼拉，可是它里面又有那个 citrus， 所以它闻起来是不会到太甜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很像你擦lotion，你擦太甜的话，我就会整个人就觉得好像很重啊。我不太喜欢那种太重的，我喜欢那种甜清香的味道，或者是木香。I like this. Vanilla. Can I have one small size? Okay. Very refreshing. 他说这个是 Tokyo Limited 的，它的味道就是那个 Tokyo 街道的味道。诶 ，It's different。他叫我出来闻，他说就是在外面闻跟在里面闻的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哦 ，But it's very light. Yes, very light. 它前调跟后调的味道都不一样，它后调会有一点比较 smoky， 然后比较有点 oak 一点的味道。他们也是有卖这种小小的 packaging， 这个就很适合拿来送礼，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味道。这个也好可爱呢。其实我已经逛得我懒得逛了，然后我就在网上搜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想说去那边吃个甜品，顺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等 Kitty。哇，这里很美嘞！这里有很多餐厅哎，哇，这个很有氛围感哎。哇哦！可是我本来是要去对面这一个，它是好像是一个卖花的，然后它里面又有餐厅。Thank you。OK， 这个是我点的巴菲。这个我在网上啊，就是看到很多人推荐他们的巴菲，他们说它的巴菲很好吃。它上面是有vanilla ice cream， 然后旁边呢是好像有 rose jelly， 里面还有一点小蛋糕，看起来是蛮好吃的啦。它里面的水果是有拿去冷冻过的，这个很好吃，它很有层次感。它里面有小饼干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它好像就是在一个森林里面这样子，这个地方很适合来约会。它每个桌子它有插玫瑰花。我隔壁呢就有一对 couple 就是在约会，就看他们就是有点小微醺这样子，就觉得好浪漫哦。OK， 我现在呢要去找 Kitty 的日本朋友呢就推荐我们去一个 bar。一个 cocktail bar， 所以我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到了。哦，这边有一个咖啡厅叫豆腐
他们的咖啡也是蛮好喝的。之前我在那个代官山那里有喝过。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安。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的行程。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去吃一个早餐。吃了早餐之后呢，我就要出发去代官山，还有中目黑。我想要去那边逛街 ，City Walk。顺便跟大家提一下，代官山还有中目黑呢，这两个地方呢，它也是有很多那种中古店。因为中古店每次的东西呢都会不一样，所以真的是很看你的缘分。我每次来日本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逛他们的中古店，因为他们中古店呢，他们东西很便宜，而且它的 condition 也很好。我今天就是抱着没有特别要买什么东西的心态去的，所以我就想说，等待会就去闲逛，逛到什么我就拍什么。对，然后我的好朋友 Kitty 呢，她还在工作。哒哒。所以我的5点半就起来工作啊！昨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工作。我想要跟你们讲，当设计师真的不容易啊！你们不要做设计师啊，害了自己啊！害人害己。惨了，我怕他真的是迟早有一天会操劳过度。OK， 总之我现在先出去，然后先去吃早餐，然后逛逛。After lunch 呢，就会跟这条水一起见面。Okay, let's go。我要去这个地方，我走过去大概就是抓地铁啊，过到去那个地方大概要28分钟。OK，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这一次住的这一家 hotel 呢，是我上一次 solo trip 的时候来住过的。我觉得它那个地理位置很好，它走过去那个表参道那里才差不多一个30分钟。然后这个酒店对面就有一个地铁站，如果你们懒惰走路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搭地铁。很方便哦，直接用这个 Passmo 就可以了。这个新宿部的车站，我要在这里转站。这个新宿部的车站呢，是 one of 世界最大的一个车站，它这里就有连着他们的 shopping mall， 有几家好像是 Lumin 123，那还有一个是 Lumin EST。之前我就有在我旧的 blog 有跟大家分享过，这几个商场都蛮适合年轻人来逛街的。它比较多的是一些本地的品牌，就是一些设计师小众品牌。跟你们说，我现在有点紧张，就是我差不多搭了半个小时的那个车来到了这个地方。可是我刚刚在车站的时候，我就有大概搜一下，他们讲哦，这个地方呢是要早上去拿号码的，因为他每一天呢，他的早餐只是限量50份，卖完了就没了。他们好像是8点开门，然后现在是差不多要9点半，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就吃到这个早餐。大概要等一个16桌。这个 branch 的地方呢，它是在这个区叫做代代木。代代木这里呢，它就有很多的咖啡厅，还有 Blue Water， 还有夫人，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厅。就你们可以就是先在这里拿了号码，然后到这里附近去其他的咖啡厅了，之后再倒回来。我觉得你在这里附近啊，可以就是打打卡、拍拍照，因为日本的街道呢，随便拍都很好看。它现在是有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看这个 QR code， 它那边就会有跟你写那个 waiting time 大概要多久。我的 plan 呢，就是先到附近的那个 Flugen 那边买杯咖啡，因为 Flugen 的咖啡也很好喝。它离那个刚刚我要去的那个 branch 的地方呢，大概只是一个5分钟。我现在走过去买咖啡，然后在那边休息一下，休息了之后再回去那个 cafe。
Can I have ice americano takeaway? 2012年就开到现在，这个 Blue Gun 的咖啡也真的挺好喝，它的咖啡豆子很香。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等了很久，我从9点32分，现在已经是10点54分，还有1个小时半了。到底真的有这么好吃吗？还有之后呢，还要再等，因为那个 Dutch pancake 呢，它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真的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刚那个 Dutch pancake 呢，它上面是有那个 burrata cheese 还有火腿，它的那个松饼的口感真的很好，外酥内软，它咬下去的时候真的很有层次感。但我个人是觉得它那个火腿有一点点太过咸了，可是如果你就把那个他们给的那个糖浆淋上去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还蛮特别的，又甜又咸，然后又可以吃到那个起司的味道。但我觉得一个人吃一份真的有一点太过腻了。如果大家要来这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好像跟朋友来，因为2个人的话，你可以点一个 granola bowl， 然后点一个 Dutch pancake， 不然的话一个人吃真的会有一点点小腻。我这样子点了一杯红酒，再加一个 Dutch pancake， 它的价格是3260元，算是蛮贵的。其实，就是说真的，我觉得这里的服务态度没有很好。不过，为了这个 pancake， 我觉得还是值得来一试。就大家就是可以先来这里拿号码，然后去附近的一个游戏park那里走走，或者去附近买咖啡，就在那边晃一下再回来会比较好。现在要出发去代官山了。一下那个地铁呢，就看到这个古着店。我现在在代官山，代官山这里呢是有很多的中古店。听说呢，那个日本的中古风潮呢，是一开始是从这边开始的，之后呢就是被那个Shibuya那里就是带红。我现在走去的这一家中古店呢，是之前我每次来日本的时候我都会去逛，他们的东西有很多。我现在就带你们陪我一起去逛一下。这个代官山呢，它是可以走路到中目黑那里。代官山呢，它有几家就是甜品店蛮好吃的，有一间是荣获米其林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记得上次来是吃过一个海盐雪糕，那个有 sweet potato， 那个也很好吃。你们可以看回去我之前的 vlog。代官山这里它比较多是买的，如果要吃的话，建议大家去中目黑，中目黑那里有比较多吃的。它现在还有这种 cafe， 之前来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哎。这里呢也是有卖很多的外套，就是那种 Chanel 的外套。记得它的原价呢是10多千，可是中古买的话呢是7000块。其实讲真的，我不是很介意它是中古的。我每次买这种精品，我希望那个精品呢是，除非是我很喜欢，不然就是这个精品是很保值，我才会想要就是买新的。而且这个也是 one of the classic， 真的挺漂亮的 ，nice。今天的午餐呢，我来吃 oven rice。
我来过日本这么多次呢，我真的没有吃过他们的 omurice。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他们讲这些 omurice 是需要排队，可是 surprisingly 刚才我就刚好顺便就经过，我就看到不需要排队，我就赶紧快点就进来拿个位置。你看他还在冒烟呢。有点咸咸酸酸的，还蛮特别的。那我吃一下，它的蛋很软，它蛋很嫩，然后它的那个肉饼啊是他们现做的，就后面的肉饼。给你们看，这个是我们点的 sandwich， 这个是在岱山关这里好像蛮有名的一个 fruit and sandwich， 两个，还是 baby 耶。很有英文风的感觉。就这样，在那个岱关山还有那个中目黑这样子逛了一整天。中目黑早上跟晚上的氛围都很不一样。这中目黑这里晚上呢，它也是有很多那种小酒馆，那种 Spanish 的小酒馆。如果你们就是想要来体验当地人比较悠闲的生活，你们可以到中目黑这里来逛逛。相对起 Omotesando 来说呢，这个中目黑跟岱山关这边比较少游客。每一次我来日本旅游呢，我都很喜欢逛他们的东东基，因为他们东东基卖的东西真的很多。它除了卖有彩妆品之外呢，也有卖一些生活用品，然后也有卖电器。最顶楼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有中古店。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卖零食，有卖情趣用品，还有卖一些酒类。就这里有卖各式各样的 sake。这个呢，我记得我妈妈之前就是腰痛的时候买给我妈妈，我妈妈说这个东西挺好用的。你看这边还有卖刀哎，因为日本的刀真的很好用。你看他们还有卖各式各样的便当，你看他们连那个 protein shake 都有卖，这边也是全部是 protein shake。哦，那个也卖很多 power bank 也是 ，sneaker 也有卖，也有卖行李箱，有些应该是二手的吧。他们东东基这里呢，也是有卖那种中古的项链，那种小饰品，每一间东东基都有。你的东东基卖的 Vivienne Westwood 呢，跟外面比起来呢，它便宜大概3倍。这一次逛的这一家东东基呢，它比较小间一点。我之前去逛那个Mega 东东基呢，那一个就很大。如果大家要逛东基的话呢，建议大家去逛 Mega 的东西比较多。虽然这一间也是多啦，可是不比 Mega 的更多。这个是一定是全东京最大的 Starbucks， 之前我就有来过，带你们进去看一下呗。这个超美的，他们应该是跟一个 local brand 合作，然后推出的那个新的一个系列。
这个在中目黑的那个 Starbucks Reserve 呢，它像是一个工坊这样子，它这里真的很大很大。如果你第一次来东京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 Starbucks Reserve， 它真的很漂亮，它是我去过最漂亮的 Starbucks Reserve。你走进来这里呢，你就可以闻到很香的面包味、咖啡味，还有一些限量版的手信啊、杯子，只有在这个 Starbucks 才有。啊，上面还有 LED 有表演。好疗愈哦，它要凉到准准的。早上来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 roast 那个 coffee， 它上面有那种管，那个管就是会运输那个 coffee 下来这里。OK。我跟你说，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我很喜欢来国外的 Starbucks， 因为他们的 Starbucks 呢，它是有那个调酒的。然后这一间呢，它更好的一点是呢，它是有露天的，因为现在天气也凉凉的嘛，我们就在外面喝酒聊天。然后这个 Starbucks 也是很大，还有4楼哎。我们点了2个，我的是提尼，我的是 marshmallow。哦，对他该讲你是茶的，因为他不喝咖啡，其他全部都是咖啡，只有这个是最 refreshing 的。我很想喝 cocktail， 因为每次都很有新鲜感那个感觉，那每次不一样的味道啊。你要是什么给我试？你喝大口一点。哦 ，on the rock 是吗？很够力哦，这杯。你喝大口一点。很苦哎。哦。